灵山法会之上，祥云缭绕，无量的菩萨、阿罗汉、诸天护法齐聚一堂，聆听佛陀的妙法。就在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中，一名看似普通的村夫突然缓缓站起，刹那间，他双目绽放出耀眼光芒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竟是那古老而神秘的梵文。在场的诸大阿罗汉皆纷纷侧目，心中满是惊异。佛陀望着这一幕，露出一抹洞悉一切的微笑，他伸出手指隔空一点，那奇异的光芒瞬间消散，村夫也恢复了常态，眼神中满是迷茫，对刚才发生的一切全然没有记忆。佛陀环视四周，洒落在每一位弟子和信众的身上，他意味深长地说道：尘世之中，芸芸众生，看似皆为凡胎俗骨，实则有一类人，他们有着特殊的来历，乃是诸佛菩萨转世而来。这些佛菩萨在入胎之际，前世的记忆便会消散无踪。然而，即便记忆消逝，他们身上仍保留着3种无法磨灭的独特特征。古德云：认得此人，一生受益无穷；错过此人，千劫难逢善缘。其中深意，望你们细细体会。这番话语瞬间引发了大家的无限好奇与思索。翌日，在宁静清幽的竹林精舍，佛陀正为弟子们讲经说法。这时，弟子阿难怀着满心的疑惑，恭敬地问道：世尊，我常听您说，诸佛菩萨心怀慈悲，为了救度众生，常常现身人间，但为何在茫茫人海中，世人却难以辨识这些佛菩萨的应化身呢？倘若有善信想要寻找真正的佛菩萨应化身，又该从何处着手分辨呢？佛陀闻言，温和地笑道：善哉，阿难，你这一问，问得甚好。佛陀缓缓抬起头，开始讲述其中的奥秘。所谓应化身，乃是诸佛菩萨以大悲大愿，为救度众生，顺应因缘，示现于世间。他们投胎转世，就如同普通人一般，入胎之时，前世的记忆便会消散，就好似被清水浸透的布帛，曾经的痕迹全然不见。阿难眉头微皱，心中的疑惑更甚，忍不住问道：世尊，若是如此，佛菩萨转世后与凡人无异，那究竟该如何辨别呢？佛陀伸手摘下一片竹叶，轻轻托于掌心，对阿难说道：世间万物看似相同，实则各有不同。就如同这片竹叶，它虽与竹上万千叶片相似，但仔细观察，其纹理却各不相同。佛菩萨转世之人，虽然失去了前世的记忆，但他们的本性难改，往往具备3种独特的特征，这使得他们与常人有着本质的区别。阿难双手合十，神情专注，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佛陀接下来的讲解。第1种特征便是慈悲本性。佛菩萨转世之人，自幼年起便怀揣着一颗不忍众生受苦的慈悲之心。当他们还是稚龄孩童时，见到蚁虫即将溺亡于水中，定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，为其搭建求生的通道。看到鸟兽受伤，心中便会涌起无尽的怜悯，想方设法为他们疗伤。见到他人遭受苦难，也会主动上前相助。这种慈悲之举，并非刻意而为，而是其本性的自然流露。佛陀讲到此处，微微停顿，目光看向一旁的迦叶尊者，眼神中蕴含着深意。在场众人皆知，迦叶尊者自幼便心怀慈悲，他曾因不忍蚂蚁被水淹没，用树枝精心搭桥，助蚂蚁脱险，此后更是常年不辞辛劳地救助病苦之人。他的善举不求任何回报，只是一心希望能减轻众生的痛苦。迦叶尊者听闻佛陀所言，不禁低头，脸上露出温和而谦逊的微笑。第2种特征是智慧超迈。此类人即便年幼，却常常有着超越年龄的智慧言行。他们对世间的事理领悟极快，仿佛天生就有着洞察一切的能力，能够轻易看透事物的本质，常常会提出超出常人想象的见解。比如，他们在接触佛法义理时，
往往一点即通，能够深入理解其中的精妙之处，或是在面对难解之题时，能一语道破关键，令年长的智者都为之惊叹不已。此时，一旁的舍利弗微微颔首，众人皆熟知舍利弗的传奇事迹。他8岁时便能在辩论中胜过诸多学识渊博的大师，其思维之敏捷，见解之独到，令人叹服。16岁时，已通达四吠陀及世间诸学，对各种知识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领悟。他的智慧远超同龄人，堪称世间少有的奇才。佛陀见状，继续说道：第3种特征，乃是远离世俗贪欲。这类人从小便对名利看得淡薄，世间的荣华富贵在他们眼中如同过眼云烟，无法动摇他们的心智。他们不会被外在的物质所迷惑，心中常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空明感。他们对修行之事有着天然的亲近感，一踏入寺庙，见到佛像，便会油然而生恭敬之心，对清净之地更是格外向往，仿佛那是他们心灵的归宿。阿难听到这里，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，脑海中不断回想着佛陀所描述的这3种特征，试图在自己的认知中寻找符合之人。佛陀看着阿难思索的样子，低声问道：阿难，你可曾想过，为何诸佛菩萨明知转世会失去记忆，却仍甘愿舍弃净土的安乐，投身于这充满苦难的轮回苦海之中？阿难一怔，一时之间不知如何作答，脸上满是困惑之色。佛陀目光如炬，继续说道：更有一事，此乃天机之秘，从未向外人言说。若佛菩萨应化身误入歧途，忘却本愿，迷失在红尘之中不能自拔，将会产生何等严重的后果？霎时间，众人的心随之悬起，气氛变得凝重而压抑。佛陀的声音极为低沉，缓缓说道：此事关乎3界安危，众生福祉。那些身具3种特征之人，若遇到特定境遇，第4种征兆将会显现。届时，佛陀话未说完，忽见天空中一朵祥云徐徐飘过，祥云之上散发出七彩光芒，绚丽夺目。众比丘见状，无不震惊，就连一向沉稳淡定的迦叶尊者也露出了罕见的惊讶之色。佛陀语气沉稳，继续说道：佛菩萨应化身之人，往往自身并不知晓前世的身份，正因他们不知，才能真实的体验众生的苦乐，以凡人之躯行菩萨之道。倘若他们知晓前世为佛菩萨，很可能会升起傲慢之心，而这傲慢反而会成为他们修行路上的巨大障碍。所以如来安排他们忘却前世，这其中蕴含着大智慧。佛陀手中的竹叶随风轻轻摆动，他接着说：若你们遇到此类人，切莫声张其身份，亦不可对其特殊对待，以免干扰他们的修行之路，应以平常心相待。若有机缘，可助其走上修行之路，令其自然觉醒本性。阿难若有所悟，又问：世尊，既然佛菩萨转世会忘记前世，那他们该如何完成度化众生的使命呢？佛陀微笑道：善哉，此问甚妙。佛菩萨虽忘却前世，但他们度化众生的本愿种子早已深植心田，如同埋在地下的莲子，只要遇到合适的因缘，遇水便会发芽。当因缘成熟时，他们会被自然引导回到修行之路，重新踏上觉悟之境。正如《法华经》中所言：我本立誓愿，欲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，此誓愿深种80田中，纵使经历100千万劫，也不会消失。当机缘成熟，此愿自然显现，引导他们走向利益众生的道路。说到此处，佛陀站起身来，在竹林间缓步而行，继续开示：你们应知，佛菩萨应化身的示现，乃是大慈悲之举。他们不以神通取胜，不以异象惊人，而是以平常心行菩萨道。所谓平常心是道，正是此意。这时，一位年长比丘上前，恭敬地问道：世尊，如果我们自身具备这3种特征，是否意味着前世可能是佛菩萨？佛陀停下脚步，
转身看着提问的比丘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此问正中要害。然而，我告诉你们，不要执着于前世身份，无论前世为何，当下修行才是根本。”《金刚经》云：“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若执着于自己可能是佛菩萨转世，反而会生起我慢之心，从而障碍修行。若真是佛菩萨应化身，也当如尘埃落定，随缘度众，不起执着。”迦叶尊者这时插话道：“就如莲花生于淤泥却不染，佛菩萨转世于凡尘却不迷失本心，实为世间一大奇迹。”佛陀颔首赞许，正是如此。《华严经》中讲：“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此乃菩萨本怀。”无论前世为谁，若能生起此心，行此愿，即与佛菩萨无异。所以，与其求证自己是否佛菩萨转世，不如当下修持慈悲喜舍，广结善缘，利益有情。如是修行，即使不是佛菩萨转世，也能与佛菩萨应化无异。阿难与众比丘闻法欢喜，皆得法益，心中的疑惑如迷雾般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对佛法更深的理解与感悟。佛陀见大众心开意解，最后总结道：“记住，佛陀说法如指月，莫要执着于指而忘了月。无论是否佛菩萨转世，只要心向菩提，行持六度，终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。”竹林中，佛陀的教诲如清风般拂过众人心田，在每个人的心中种下了觉悟的种子。在这之后的岁月里，弟子们带着佛陀的教诲，踏上了各自的修行之路。他们在世间行走，用心观察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期待着能与佛菩萨的应化身相遇，助其觉醒。有一位年轻的比丘，法名慧明，他在游历四方时，来到了一座繁华的城市。城中虽充满了喧嚣与诱惑，但慧明始终保持着内心的清静。翌日，他在街头看到一群孩童在欺负一只受伤的流浪狗，那小狗浑身血迹斑斑，眼神中满是恐惧与无助。就在慧明准备上前制止时，一个约莫7、8岁的小女孩冲了出来，挡在小狗身前。她毫不畏惧那些比自己高大的孩童，大声呵斥他们的行为，眼中满是愤怒与怜悯。待那些孩童离去后，小女孩小心翼翼地抱起小狗，轻轻抚摸着它，眼中的温柔仿佛能治愈一切伤痛。她还从家中拿来食物和草药，细心地照料着小狗。慧明看到这一幕，心中一动，小女孩的慈悲之举与佛陀所说的佛菩萨转世的第一种特征极为相似。于是他开始默默观察这个小女孩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发现小女孩不仅善良慈悲，还十分聪慧。有一次，城中的一位老者遇到了一个难题，他想将一块巨大的石头搬到庭院的另一侧，但众人想尽办法都无法成功。小女孩路过时，看了看石头和庭院的布局，竟然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，利用滚动和杠杆原理，轻松地解决了问题，令在场的众人惊叹不已。这聪慧的表现又与佛陀所说的智慧超迈的特征相契合，而且小女孩对寺庙有着特殊的情感，每当路过寺庙，她都会驻足良久，眼神中充满了向往与恭敬。她从不追求华丽的服饰和美味的食物，对于世间的名利也毫不在意，一心只想着帮助他人，这正符合远离世俗贪欲的特征。慧明心中暗自思忖，难道这个小女孩就是佛菩萨的转世？但他谨记佛陀的教诲，并未声张，而是在合适的时机向小女孩讲述一些简单的佛法故事，引导她对佛法产生兴趣。小女孩听得十分入迷，常常缠着慧明询问更多关于佛法的知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小女孩在佛法的熏陶下，心灵愈发纯净，慈悲心和智慧也不断增长。她开始主动帮助更多的人，无论是贫穷的乞丐，还是患病的老人，她都尽心尽力地照顾。她的善举感染了身边的许多人，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她的影响，
加入到帮助他人的行列中。然而，在小女孩成长的过程中，也遇到了诸多考验。有一次，城中的一位富商看中了小女孩的聪慧，想要收她为义女，给予她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面对如此诱人的诱惑，小女孩却不为所动，她婉言拒绝了富商，说道：“我不想过那种奢华的生活，我只想留在家人身边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”这坚定的话语展现出她不为世俗所动的决心。还有一次，小女孩在帮助他人时，遭到了一些人的误解和指责。有人说她是在作秀，是为了博取他人的好感。面对这些恶意的言论，小女孩的内心也曾感到委屈和难过，但她很快就调整了心态。她想起慧明比丘给她讲过的佛法，明白修行的道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和误解，只要坚守本心，就无需在意他人的看法。于是她继续默默的行善，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初心。在一个宁静的夜晚，小女孩独自坐在庭院中，望着夜空中的明月，心中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悟。她仿佛看到了一个遥远而神圣的地方，那里充满了光明与慈悲，无数的佛菩萨在讲经说法。虽然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但她知道这一定与自己的内心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。这或许就是佛陀所说的，当因缘成熟时，佛菩萨转世之人会出现的特殊征兆。慧明比丘得知此事后，心中既欣慰又担忧。欣慰的是，小女孩似乎正在逐渐觉醒；担忧的是，未来她还会面临更多未知的考验。他更加用心地教导小女孩佛法，希望她能在修行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与此同时，在另一个地方，一位年轻的书生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这位书生自幼饱读诗书，才华横溢，但他对功名利禄却看得很淡。他常常独自一人在山林中漫步，感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。他喜欢研读佛经，对佛法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独特的见解。有一次，当地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旱灾，百姓们生活困苦，粮食短缺。书生看到这一幕，心中十分焦急。他利用自己的学识，想出了一些办法来帮助百姓应对旱灾。他带领百姓寻找水源，挖掘水井，还教导百姓如何合理种植耐旱的作物。在他的努力下，百姓们的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。他的智慧和慈悲让百姓们对他敬佩不已。书生在与他人交往中，始终保持着谦逊和善良的态度。他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，也不贪图名利。他常常说，人生在世，应多为他人着想，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。他的言行举止与佛陀所说的佛菩萨转世的3种特征不谋而合。一位云游的高僧路过此地，听闻了书生的事迹后，特意前来与他相见。高僧与书生交谈佛法，书生的见解让高僧大为赞叹。高僧从书生的身上看到了佛菩萨的慈悲与智慧，高僧便询问书生是否愿意跟随自己修行。书生欣然应允。在高僧的教导下，书生更加深入地学习佛法，他的修行也日益精进。他明白了自己肩负的使命，那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和慈悲去帮助更多的众生脱离苦海。时光流转，岁月更迭，这些身具佛菩萨转世特征的人，在世间各自经历着不同的考验和成长。他们或许并不知道自己的前世身份，但他们却在生活中践行着佛菩萨的慈悲与智慧，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身边的人，为世间带来温暖与希望。而佛陀的教诲告诉人们，无论是否是佛菩萨转世，只要心怀慈悲，追求智慧，远离贪欲，一心向善，都能在修行的道路上不断前进，最终实现觉悟和解脱，达到与佛菩萨一样的境界，共同为众生的福祉而努力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